大家好，欢迎观看三人自由行。书接上个视频啊，今天呢，我们的行程是从邺城前往三十里营房。北京时间7点，当地时间5点多钟，新疆邺城的街道基本还属于空无一人的状态，而我们呢，则是在紧张兴奋的同时，却又忐忑不安。毕竟进入阿里，也就相当于开始挑战那个横在所有进藏旅者面前的最为强大的敌人，它就是高原反应。大家印象里的西藏高反是什么呢？是不是坐飞机飞到拉萨以后才开始高反？但是和这条路的高反风险相比，拉萨的高反就不值一提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这儿的高反风险会远高于拉萨呢？第一个原因，拉萨海拔只有3650米，而我们今天看似短短的360公里的行程，要经过的达坂基本都比拉萨的海拔要高，除了第一个库地达坂。顺带一提，达坂就是蒙古语里山口的意思。接着说，第一个经过的库地达坂海拔3150米，接着是麻扎达坂海拔4969米。在邺城还是穿件夹克就可以自由自在的活动，到这儿的时候可就是白雪皑皑，要穿冬装了。下一个黑卡子达坂海拔4909米，不光海拔高，还有数不清的山路急弯等待着我们缺氧的脑袋去攻克呢。今天的挑战虽然大，但还只是新藏线的预演，因为明天我们更是要经过4个海拔5300米的达坂。怎么样？听了上面的解释，你还觉得拉萨的高反正宗吗？别急，咱还只讲了第一个原因呢。第二个原因，拉萨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，并且很幸运地拥有一个天然氧吧，那就是世界稀有、国内最大的城市湿地——拉鲁湿地。这一片芦苇沼泽每年产生的氧气能一定程度上提高拉萨的氧气含量，而新藏线几乎所有路段均为高含缺氧的无人区，沿途横卧着荒漠戈壁、永久冻土层和常年积雪的崇山峻岭，并没有什么能制造氧气的绿色植物，这就导致了这边的氧气含量只有内陆地区的44%。这儿就可能有朋友会说了，那能不能种点树提高氧气含量？在海拔4500米的那曲市，种活一棵树奖励10万元，你自己细细的品吧。第三个原因，新藏线很险峻，冻土路面损毁严重，还偶尔有野生动物穿越马路，有的路段穿行在两侧石壁林立的昆仑山中，这段路危险重重，右侧的悬崖边有时没有防护，需要高度集中精神，很容易疲劳驾驶。疲劳的状态下，高反的概率也就更高了。行了，吓唬大家也就先吓唬到这儿吧。其实出现高反也不用过于担心，高反是人类进入高原后的应激反应。如果你眼睛发胀，脑袋后面好像有根木棍支着，别人看你眼睛肿了，嘴唇紫了，一般就都是高反发作后的表现。可以在镜头里的这个地方，也就是库地调整一下。当然，如果情况比较严重的话，还是原路返回最为稳妥。毕竟出来旅游，安全还是第一位的。这就是传说中库地的那块女娲补天遗留的五彩神石，据说摸一下不会高反哦。继219新藏公路的这一段，全程364公里，导航提示行程9.5小时。就让我们从三维地图俯瞰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、路况最艰险的公路吧。从邺城出发，地势还算平坦，可以撒开了跑，但这种路况不会持续很久，因为走一段之后就进入了万山之祖昆仑山。所谓行车新藏线，不亚蜀道难。
酷地打板险，犹似鬼门关。看着令人胆颤的山腰悬崖路，下山后的谷地上是酷地检查站，这里有进入新藏线之后条件最好的救护站。再往前是麻扎打板，有道是麻扎打板间，陡升5300。其实实际上的海拔高度没有民谣里说的这么高，但下山路正如瀑布飞流而下，黑卡打板旋，99道弯，晃到你天旋地转，就问你服不服气吧。很多自驾驴友坚持到这儿，就很不幸的光荣高返了。过了这道打板，恭喜你，前面就是谷地，一路坦途，直奔30里营房。新藏公路也是我国西部边境最重要的战略国防公路，经济意义也同样巨大。通车前，新疆每运送 0.5 公斤面粉到阿里，其价格是新疆本地的25倍。通车后，千里昆仑朝发夕至，同时一路上经过美丽的湖泊、连绵的雪山、苍凉的荒原，新藏线也正在成为自驾圣地。今天我们能够自由地驰骋在壮丽的新藏公路上，要感谢戍卫边疆的人民子弟兵，同时也要感谢筑路护路的工人们。接下来就给大家讲讲我们在这不寻常的一天里，行走在这段不寻常的路上遇见的不寻常的事情吧。刚离开叶城就被一个车队给超了过去，看着车队那犹如一条引路灯带般闪烁的尾灯，在漆黑的夜色里照亮了半边天。你们有什么想法吗？没错，那肯定是跟车跑啊！这可比我们这种人生地不熟，只敢在这种黑灯瞎火的情况下慢慢挪窝的要快多了。说到跟车，我觉得吧，跟车跑能大大降低开车的疲劳程度，相信很多老司机们也都应该感同身受吧。特别是在跑高速、国道这种路况的时候，能找到一个老司机在前面给你领航，可是一件相当幸福的事儿。但跟车也有挺多讲究，比如这种夜色里跟车，作为后车的司机朋友尽量别开大灯。你一开大灯，前车后视镜如果没有防眩目功能的话，反光会极其严重。别问我怎么知道的，因为我当时就被后车开大灯晃了一路。其次就是不要盲目跟车，比如前车是台越野车，我们是辆 SUV， 在过一些路况很差的路段时，我们通过的速度就要降下来一些，避免扎着轮胎或者磕着底盘。同样的，大家也要根据自己车型的不同，选择一个合适的领航员。最后就是跟车时间的选择了，有的时候一些技术一般的司机朋友看见后面有车跟着，就开始提高车速，各种高难度的操作都来了，这种行为极其不安全。同样的，有时作为后车的司机朋友看到前车开得贼猛，就想着我要挑战一下自己，试着跟上去，这些都是不对的想法哈。还是那句话，跟车是要选择一个和你的节奏合得来的前车，不要盲目自信，毕竟出门在外，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。大家开车走新藏线还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，那就是堵车。堵车的原因可能会有很多，比如因为自然灾害断路了，正在抢修；比如因为军队演习，道路要暂时封闭；亦或是前方出现了事故，需要大型设备去处理。遇见这种情况的时候，一般都会有官兵在现场指挥。作为小车的我们，一般可以绕到众多大货前面去排队。官兵们看你是自驾的旅游车辆，一般也会予以理解的。我们刚赶到这里的时候，兵哥哥告诉我们，道路马上就抢修通了，让我们跟着前面开路的车辆走。只不过这段道路还处于非铺装的土路状态，
跟车跟得近了的话，基本就是飞沙走石，遮天蔽日，所以还是离远点更安全些。尽管我们觉得这一路过来已经遇见了很多艰难险阻，但当我们看见这些骑行的朋友们，心中的忧虑和不安就立马被打消了。这些令人心生敬意的骑行者，更是这新藏线上珍贵的风景线啊！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为了能吃好早饭，昨天我们已经侦查好了早餐店，并和店家打好招呼，在第二天的7点一刻到店内用餐。这家丑燕早餐店遵照约定，早早开了门。要知道，现在的新疆时间才刚过5点啊！快速吃过早饭，带上葱花饼作为路上的午饭，我们就从叶城出发了。晚上顺利到达3十里营房，入住预定好的花木兰饭店。老板也是个直爽的四川女汉子，在这个地方设备简陋就不要挑剔了。夜里温度很低，房间提供电热毯，非常的有必要。最后给朋友们展示一下饭店的菜价。走新藏阿里北线，在餐馆吃饭大致都是这么个消费水平。我们住宿这家3人间150元。3十里营房有一家中海石化的加油站，95号汽油价格是9块4毛2每升。至此，我们这自己吓自己的一天就结束了。明天我们从3十里营房继续出发，翻越4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达坂。有一说一，这段路程会更加吓人。那么究竟是我们还在吓自己，亦或是真的发生了什么意外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账号，在下一集里寻找答案哦。